是好人吗？温宁瑟缩在茅草屋的墙角，紧紧攥住胸前衣襟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。不要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！软糯的声音带着本能的求生哀求，令眼前的男人呼吸更加粗重，扼住他粉紧的大掌不禁又紧了几分。杀过人，不知算不算好人？男人中了毒，只觉此毒阴险，唯有女人可解。他眼角通红，声音沙哑喘息着，似乎已经隐忍到了极致。温宁本想问清楚再决定要不要救他，失身于良人总好过委身于恶徒，可听他刚才所言，他顿觉后脊发凉。难不成今日我不但要失身，连小命亦难保？你若不愿，那我唯有借刀之力。男人似已无法忍受，说话间燥热的气息急促地喷洒在他耳畔。温宁惊恐，以为男人欲取自己性命，岂料男人竟是抽出脚踝处的短刀，直朝他自己下身而去。两人几乎贴着身，温宁觉察到他的动作，慌乱中紧紧握住他的手腕，继而小心翼翼地将刀取下。原本抵触至极的内心，此刻似乎也有些许松动。男人藏在黑暗里的唇角机不可见地勾了勾。他堂堂安远侯，实不愿强了一个女子，但也不想因此殒命，只能欲擒故纵了。若不然，单靠他这双纤纤玉手，岂能拦住他？温宁氏才为男子诊了脉，倘若此时自己不出手相救，即便他自宫，亦难逃毒发身亡的厄运。他心中暗自思忖，自己着实运气不佳，上山采药竟也会遭遇如此之事。偏偏他略通医术，又偏偏那人持刀相逼，他闭上眼，绝望中泪水滚落。求你别杀我！温宁别过脸去，声音还有些绷着，但话语中的含义已然不言而喻。男人一回，竟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。天亮前披着他的大氅匆匆离去，连那人的样子都没看清。事后他只觉得疲惫恍惚，待想起该喝篦子汤时，早已过了最佳时辰。温宁的第一反应是将这孩子打掉，可他昨晚才被卖到安远侯府做奴婢，因着下人房里没有空床，嬷嬷便让他在这柴房睡了一宿。现在的他怕是连碗堕胎药都弄不到，因为2日没吃东西，他只能弓着背痉挛般的吐出几口胆汁，连舌根都泛着辛苦。砰的一声，柴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膳房的李嬷嬷手里扬着一根沾满炭灰的生火棍。小贱蹄子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富家小姐呢，都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难不成要睡到日上3竿再起来？你也不瞧瞧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是到侯府里来当使唤人的，不是来当主子的。温宁慌忙站起身来，只是自己已经2日未进食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他想要伸手扶着东西，却不小心碰到了身旁的柴堆，干柴哗啦啦散落一地。好啊，你还敢朝我使性子，可我不教训你这个小贱蹄子！手里的烧火棍携着风声便朝着温宁的后背抽去，1下、2下、3下。嬷嬷饶命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不敢朝你使性子。李嬷嬷终于停下手，尖酸刻薄的眼上上下下将温宁打量了一番。柳家人将他送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他没看清这扫把星的模样，这会儿一瞧，虽有些憔悴，亦掩不住的绝色。身段纤细匀称，腰肢不盈一握，小脸娇俏，美若初绽的茉莉，光是看了就让人觉得香蕉玉嫩。哼，柳家怕不是把你卖错了地方，应当把你卖到窑子里才是。看你这浑身的狐媚样子，扫把星、小寡妇，既然进了侯府，便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在我手底下可得本分着点，别生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给我惹麻烦。温宁疼的唇瓣都有些发白，还是硬撑着答道：妈妈放心，奴婢会听话的。仪福堂内，侯府老夫人此刻正跪在绣着百子千孙纹样的蒲团上，双手合十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可怜可怜我谢家这一棵独苗，保佑无孙谢金兰能为侯府开枝散叶，若能赐我谢家灵儿老生愿减寿10年。安远侯府世代忠勇，铁马金戈，功勋累累，却偏偏人丁稀薄。传到这一代，府里的男丁竟只剩下一根独苗谢金兰。谢金兰21岁便战功赫赫，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纪，却意外身中奇毒，险些丧命。虽侥幸活了下来，大夫却断言恐终身难有子嗣。听了大夫的话，简直如遭雷击。他整日以泪洗面，四处求神拜佛。可谢老夫人哪里知道，她愁白了头发，谢家的血脉早已在温宁的腹中生根发芽。熬过一夜经脉灼烧的谢金兰才从痛苦中恢复过来。她撑着浴桶仰头闭目，喉结随着呼吸微微滚动。这次毒发已从皮肤渗入经脉，
青黑的毒纹如蛛网般在肌肤下蔓延。他原以为那日中的不过是江湖上下三滥的迷情散，当晚他要了那个女子便无大碍。谁知这毒如复古之居，潜伏半月后竟开始蚕食内力，如今连运功时经脉都似刀绞。记忆总在毒发时格外清晰，半山腰的茅草屋，那晚软香诱人的女子在他脑海里循环往复。明明他自己都在发抖，却还执拗地问他是不是好人。他当时抽出短刀，也只是欲擒故纵，没想到他竟真的现了身。他那晚食髓知味，以至于太过放纵，一次次诓骗他体内的毒还没有解完，不顾他一遍遍的求饶，直到他昏了过去。这么一盘算，自己也确实算不上什么好人。有意思。谢金兰不由得低笑出声。门外，清风捧着熏过檀香的衣物。主子，要更衣吗？等屋内的人有了应允，他这才小心翼翼地推开门。那女子找到了吗？清风脚跟尚未站稳，便听到主子如洪钟般的问话。他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，主子何时对一个女子这般上心，简直快变成每日必问了。难不成救过自己命的人当真与众不同？心中虽是这般想着，面上却仍是一副正儿八经的模样，恭敬地回道：主子，您既不记得那女子的容貌，也不知其年纪，对她了解甚少，恐怕还需多费些时日。谢金兰略作思量，喉咙微微滚动。她对那女人的身子可是了如指掌，又怎能算知之甚少？她甚至还知晓那女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恰似药香混着茉莉花香。她寻过数位调香师，却无人能调出那般味道。然而这些线索她断不可能让他人知晓。谢金兰收拢思绪，斜睨了清风一眼。那女子救我之前尚是清白之身，你们去查查那座山附近所有未出嫁的姑娘，尤其是药房和医馆。是，主子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须轮回路走几遭。男人一回，瞬间便将温宁的话进行了深刻解读。红线止于小命呜呼，余下的疆域任他驰骋。像是得了冲锋陷阵的号角，薄唇迫不及待地附了上去，似沾了蜜汁的晶莹柔软，令他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惊雷阵的窗棂簌簌颤抖，隐隐可见两个人影纠纠缠缠，难分难舍。大雨许久才堪堪止歇，带着湿润气息的穿堂风与旖旎的气息混作一团，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填满。温宁只觉这晚的茅草屋里似着了一夜的火，而他就像一只被点燃的小舟，无助地飘在狂风巨浪的江河里。他后知后觉，才意识到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不顾自己苦苦哀求，每个最后一次都还会有下一次。温宁猛地睁开眼睛，呼吸急促，双颊通红。他又做梦了。这1个多月以来，那晚发生的事他几乎每晚都会梦到，有声有色，毫无差别的在梦里还原。每天早上醒来他都羞愤不已。更让他不知所措的是，他昨日替自己把脉，竟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。饿了2天的温宁本以为终于能够吃上饭了，岂料李嬷嬷竟将膳房里的人全都叫到了院子里，开始训话：主子体谅奴婢，咱们奴婢便得尽心尽力。再发现有灶上打盹偷奸耍滑的，仔细你们的皮。还有那个新来的。温宁听到李嬷嬷唤自己，对上他那一双刀子似的利眼，不由得心头一跳。他忙规规矩矩上前行了个礼，恭敬道：奴婢在，嬷嬷请吩咐。你到膳房先从烧火做起，别看这活儿简单，门道可多着呢，仔细着点儿。是。温宁正要退下，忽然又被李嬷嬷一把攥住手腕。好个不知规矩的贱婢，怪不得我在柴房看你脸蛋又白又嫩的，原是涂脂抹粉了。你可知在膳房当差，这脂粉若是掉到主子的膳食里，会是何等下场？还有，你做此打扮是生的什么心思？莫非是仗着自个儿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刚到府里就妄图魅惑主子？哼，咱们侯爷其实你能休想的。嬷嬷，我没有。嬷嬷，我没有。温宁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质问，冤枉的茫然失措。没有？那你身上的香味是从何而来？原来是因为身上的香味儿，可这香味儿自他出生便有，母亲说是天生的体香，并非自己有意为之。他慌忙跪地解释：嬷嬷明鉴，奴婢。不等他的话说完，李嬷嬷便从一旁洒扫丫鬟手中端起一盆冷水，朝他迎面泼去。还敢狡辩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日不给你个教训，你是记不住膳房的规矩。湿透的衣裳紧贴身躯，温宁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何事如此喧闹？一声冷喝让李嬷嬷顿时噤声，众人皆看向来人，齐齐下跪。参见侯爷。回侯爷，
这新来的贱婢在膳房当差，竟敢涂脂抹粉，老奴正在给他立规矩。温宁只觉一片阴影笼罩下来，袖中的手指微微收拢，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。这位安远侯谢金兰，坊间传闻着实令人心生畏惧。据说他12岁便随父出征，手中银枪所到之处必见血光。最骇人的是，他每战必取敌将首级，用缰绳系于马鞍之下，班师回朝时，马后总要拖着几颗面目狰狞的头颅。抬起头来。温宁缓缓抬头，见眼前的男人长身鹤立，双眉如孤山横带，眼眸漆黑若墨，鼻梁挺如刀削，薄唇紧抿成一条冷硬的线，却如传言不假，谢金兰生得一张俊脸，却自带3分肃杀之气。他本欲解释的话又生生咽了下去。谢金兰眼眸微动，一个婢女竟生得这般。只见温宁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和颈间，发梢滴落的水珠顺着她尖巧的下巴滑落，眼睫簌簌颤着，水波莹润的眸子楚楚可怜。这般形态非但不显狼狈，反倒平添几分我见犹怜的风韵。谢金兰的眼睛何时在一个女人身上停留过？她脑海中竟浮现出茅草屋里的女子，顿时觉得自己大抵是疯了。荒谬，荒谬！他冷嗤一声，居高临下地睨着眼前这个浑身湿透的女子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。奴婢知错了。还不快滚回去换衣服！谢金兰自己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火气，她只觉得这种让人牵着神经走的感觉令她很不爽。奴婢这就去。她2日未进食，有了身孕本就饿不得，又被冷水一激，现在只觉得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晃，竟软软地倒了下去。倒下之前还下意识地将手掩在小腹前。谢金兰眸光一沉，正欲抬步上前，却被嬷嬷横身拦住。侯爷，您可别被这贱婢给骗了，这种人老奴见多了，他肯定是装的，这是要博您的怜惜，您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，老奴这就让人将他抬回房里去。温宁在睁开眼时已经躺在了下人房的床上。姐姐你醒了，我刚刚给你换好了衣服。小姑娘约莫12、13岁，发髻扎得歪歪扭扭，两颊沾着炉灰，手里还捧着碗姜汤。姐姐快喝吧，喝了这碗姜汤再吃些东西，桌上那碗吃的是我偷偷给你留的。谢谢。只这一动身，便觉得那淤在皮肉深处的疼痛犹如一条毒蛇，顺着脊背蜿蜒而上，随着呼吸不住的收缩，激得他猛地绷紧肩胛。那李嬷嬷下手甚是狠辣。姐姐，日后切不可再用那胭脂水粉了，李嬷嬷可不是好相遇的。我前日给侯爷煎药迟了半个时辰，便挨了3板子。今日若不是侯爷恰巧路过，恐怕姐姐你也难逃责罚。好，我知晓了。侯爷究竟患了何病？须得每日服药。我也不明就里，只知是怪病，瞧不出病症。约莫是不能生育之症，老夫人整日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赐给谢家一子嗣。春杏终究年幼，东听一句西听一句，自觉分析得甚是有理。先前的唐丽姐姐去了老夫人跟前侍奉，其余姐姐皆嫌我夜间放屁磨牙打呼噜，不愿与我同住一房，日后便只能叨扰姐姐了。温宁微微一笑，无妨，你日后唤我温宁即可。不知你叫什么名字？温宁姐，我叫春杏。温宁喝了姜汤，也实在是饿坏了，遂端起桌上的那碗饭菜便吃了起来。他趁着春杏不注意，右手伸出3指，轻轻搭在左手那截皓白的手腕上，脉象流利圆滑，如珠走盘。那个小小的生命竟还在他体内顽强地存在着。春杏，咱们这里有樟脑丸吗？温宁深知堕胎药并非当务之急，但此刻最迫在眉睫的当属自己体香的问题，他必须设法掩盖，否则明日定然难逃李嬷嬷的板子。温宁姐，你是怕蚊虫吧？这樟脑丸哪是咱们这种下人能用的，只有主子身边的1等婢女才能得到那种赏赐。不过咱们下人房前种了一排薄荷和艾草，驱蚊虫的效果也挺好。温宁推开杉木门，果然见墙根处有薄荷和艾草，怕是平日里无人打理，长得稀稀松松的，都快被杂草遮住了。他挑着老叶摘了一捧，回到房里，向春杏讨了块旧布头，用针线缝成个小布袋，将艾叶和薄荷装了进去，拿起香包轻轻一嗅，应该能遮住身上的香味儿。他谎称自己特别招蚊虫，所以才习惯带着这种香包。
春杏听了也未起疑，还主动帮着他系到了衣襟最里层。这日，怡福堂内，老夫人与谢婉用完晚膳，正在商量着给谢金兰安排通房丫鬟的事。都怪我，以往他在外行军打仗，总说不着急娶妻纳妾，我便依了他。府里有胆大的丫鬟，趁着送茶的机会往他怀里靠，结果被他杖责2时赶出了府。我觉得他性子冷，也不稀有通房丫鬟，便也没再提。谁成想这次回京不到2个月就中了毒，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，要断了我们侯府的香火。老夫人越说越激动，恨不得现在就揪出那个下毒之人，将他千刀万剐。谢婉起身，一边帮祖母顺气，一边劝慰道：祖母莫要自责，保重自个儿的身子要紧。青兰正是气血方刚的年纪，只要屋子里有了女人，她尝到了甜头，定会生了娶妻纳妾的心思。就算她日后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身边有几个提起人也是好的。唐离是膳房李嬷嬷的女儿，也是咱们侯府的家生子，由她去做通房丫鬟再合适不过了。这2日教习嬷嬷已将唐离调教好，就等着送去听松院了。待会儿我去和金兰嘱咐嘱咐，您就不要忧心了。谢老夫人听了点点头，然内心仍愤愤不平。见过姑奶奶。谢婉驻足，目光在她身上一扫，是给侯爷的药。回姑奶奶的话，是。谢婉沉吟片刻，忽然从袖中拿出一本小册子，将它放在了药碗旁的托盘上。你将这个也送去，就说是老夫人的意思，侯爷看到就明白了。他这个弟弟自小就把将门之家的责任扛在肩上，12岁便跟随父亲上战杀敌。小时候明明还会拽着他的袖子要糖吃，可这些年总有疏离。奴婢这就给侯爷送去。今日怎么换人了？春杏烫伤了手臂，这几日怕是不能干活了，所以上灶娘子命奴婢来给侯爷送药。清风颔首，这才抬手轻轻叩门。主子，药来了。进来。温宁推门而入，书案前谢金兰正倚在乌木圈椅中看书，烛光映照下，眉若刀裁，星目狭长，更添几分冷峻。温宁心头微颤，连忙低头，将药碗轻轻放在案几边，恭敬道：药刚熬好，侯爷趁热服用为宜。又将那本蓝绸封皮的小册子摆放在一旁，依照大小姐的嘱咐解释道：这册子是大小姐命奴婢送来的，说是老夫人的意思，侯爷看了便明白了。谢金兰抬眸朝书案淡淡一扫，放下手里的书卷，拿起小册子，书里的内容便呈现在眼前。她墨眉顿时蹙了蹙，目光如深潭般幽暗难测。祖母确实和她说过通房丫鬟的事，她从前大都不甚在意，没想到今日竟心细到了这一步。她将目光转向眼前的婢女，正欲挥手让她退下，却见是那日膳房前被李嬷嬷训斥的女子。谢金兰好似来了些兴致。叫什么名字？回侯爷，奴婢名唤温宁。温宁，是个好名字。今日可是又涂脂抹粉了？奴婢没有，奴婢不敢。不敢？你可知欺骗本侯会有什么下场？见地上跪着的身子明显颤了颤，却还是忍不住想要逗弄他。侯爷若是不信，大可验证。哦，验证。谢金兰看着眼前那张令人屏息的脸，又有点气鼓鼓的模样，着实有趣。她倒要看看是否真如她说的这般无辜。好。温宁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忽觉腰间一紧，天旋地转间，整个人被凌空提起，然后撞进一方坚硬的胸膛。他短促的惊叫出声，惊得浑身发抖，下意识要去掰开腰间那只手。谢金兰手臂一紧，将他整个人与自己严丝合缝的贴在了一起。不是要验证吗？那便老实一点，否则惹出什么乱子来，可不是我能控制的。谢金兰垂手，用指尖在药碗里沾了点汤药，抬手擦过他的眉梢。温宁顿觉一阵微热的触感，被谢金兰这个动作吓得不敢动弹，只能下意识闭上眼睛，纤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着。谢金兰微微眯起眼，又将视线落在他的单唇上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滑至唇边，用指腹摩挲着他柔软饱满的唇瓣，指腹残留的苦涩汤药偷偷顺着唇角没入痰口。温宁微微蹙眉，唇缝间泄出一点银白的贝齿，又飞快地隐没在朱唇之间。谢金兰眸色一暗，只觉浑身燥热，
只想要附上那诱人的唇瓣，捕捉那与他捉迷藏的调皮贝齿。温宁感觉到危险寸寸逼近，断断续续求饶：奴婢嫁过人，是个寡妇，万万不能。低脸的凤目惹上了寒潭，像是找回了一丝理智。温宁几乎是软着身子滑跪在地：奴婢嫁过人，丈夫死后被夫家长辈卖到侯府做下人，奴婢只是一副贱躯，不敢玷污侯爷清誉，更不值得侯爷怜惜。屋内静得可怕，半晌，谢金兰喉间溢出一声冷笑：竟是这样。七眸隐隐漫上怒意，心头竟像被人挖空了大半。如此这般，他大可把眼前的女人逐出侯府，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堂堂安远侯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，偏偏想要亲近眼前这个嫁过人的寡妇，可笑。他拿起桌上的小册子，指节捏得发白，仿佛为自己无处发泄的心火找到了借口。既是你送来的，你点的火便要你来灭。他猛地将手中册子掷到了温宁面前，温宁心里满是惶然，他何时点火了？刚才明明是他先。他不明所以地捧起摊在地上的小册子，待看清里面的内容时，脸颊瞬间烧得通红，连耳尖都染上了艳丽的绯色。这哪里是什么寻常读物，全是些红帐软榻，画旁还缀着小楷批注，字迹清秀却言之露骨。他觉得定是哪一步错了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不等他解释，谢金兰便将他掐腰抱起，直接抵在了书案上。一声惊呼再次从口中溢出：孝敬嬷嬷没教过你，该怎么做？小册子，孝心嬷嬷。温宁仿佛明白过来了，她是阴差阳错的被谢金兰当成了通房丫鬟，可她不单嫁过人，是个寡妇，肚子里还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，她眼下怎么能再和侯爷做出那等事？温宁无助的抬眸看着谢金兰，声音轻颤：侯爷，您误会了，奴婢不是老夫人为您选的通房丫鬟，奴婢只是来给侯爷送汤药的。奴婢在回廊遇到了姑奶奶，姑奶奶命奴婢把小册子呈给侯爷，并无其他交代。侯爷的通房肯定另有其人，求侯爷放了奴婢。温宁刚才的这一番解释，不但没有令谢金兰体内的燥热减退半分，反而有些煽风点火。他喉头滚了滚，端起书案上的那碗汤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随后他一只手托住温宁的腰肢，另一只手紧紧扼住她纤细的后颈，侵略性的踢上了她的唇。唇齿相依，温宁只能被迫的仰起头，苦涩的草药气息瞬间灌入口鼻，一双柔蹄无助地拍打着身前男人宽实的胸膛。谢金兰暗哑的嗓音在滚烫的齿隙间溢出：本侯何时说过你是通房丫鬟？何况是与不是都是本侯说了算。你此刻不过是能为本侯润口的冰盏。只有谢金兰自己知道，眼前的女人哪里是冰盏，分明是欲火，是蜜饯，是能蛊惑人心的妖精，令她像在茅草屋时一样不受控制。她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再一次因为一个女人溃堤，克制已久的情绪翻涌而上，愈发想要用力地惩罚她。但温宁被迫帮她将苦涩的汤药全部驱散，谢金兰的口中全是她的甜香气息，她才依依不舍地饶过了怀中的人。深邃的眼眸凝视着在她胸前娇柔无力、呼吸急促的娇小身躯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太过蛮横。出了茅草屋那晚，这是谢金兰第二次在一个女人身上如此失控，只是一个吻便让她没了理智。她甚至怀疑自己此刻是不是毒发了。教习嬷嬷奉老夫人的命，将唐丽姑娘送来了。温宁忽闻门外声响，更觉羞赧，本能地往谢金兰怀里缩了缩，可须臾间便回过神来。他挣脱开谢金兰的怀抱，向着门外奔去，临走前还不忘抱起一旁的托盘。门外三人看着冲出来的温宁，三人不免神色各异。清风此刻懊悔不已，鼻梁上都皱出了纹路。他自觉地抬手朝脸上拍了个巴掌，坏了自家主子的好事，怕是要挨板子了。一旁的唐离指甲深深地嵌入掌心，脸上则满是妒色。他听母亲说过，这个叫温宁的小贱人是柳家的寡妇，侯爷怎么可能看上这种女人？屋内，谢金兰本想直接让教习嬷嬷将唐离带走，但想到毕竟是祖母安排的，若是连门都不让进，怕是明日祖母饶不得他。待到温宁于他胸膛残留的温度缓缓消散，谢金兰这才让清风将唐离放了进来。唐离娇滴滴地到谢金兰身前行了个礼，手指便打着旋地扯着腰间的丝带。谢金兰头也没抬，稍稍偏头示意他一旁的砚台，命令道：
研墨。唐离赶紧凑上去，一边研墨，一边直勾勾地盯着谢金兰，心想侯爷或许是碍于情面，不便直接切入主题，总得有些铺垫。1刻钟过去，唐离研墨的手都发酸了，侯爷却依旧在那看书，丝毫没有下一步行动的迹象。然而他又怎能错失这难得的良机？指尖勾住肩头的轻纱，似有若无地往下带，直到露出整个肩头，然后便要往谢金兰的怀里凑。谢金兰觉得时辰差不多了，遂指着书案上的空药碗，冷冷道：拿走，出去。唐离闻言一怔，侯爷，莫非是想吃板子了？谢金兰言罢，面色冷峻，令人心颤。唐离这才取过药碗，以袖掩面，嘤嘤啜泣着奔出了听松院。门外的清风错愕，这怎么又弄哭了一个？爷的身子可还行？唐离出了听松院，就把那药碗狠狠砸在了假山上。他恨死温宁了，他觉得定是那个贱人勾的侯爷今日没了兴致。唐离之父昔日为老侯爷的马夫，那年意外发生，为救老侯爷丧了命。他与母亲哥哥在这府中的地位非常人可比，老夫人选他亦念及此份恩情，可他根本瞧不上通房这个位置，而是想做侯爷的妻，哪怕是侯爷的妾。没想到上位的第一步计划就被温宁给搅和了，他一定要让母亲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贱蹄子。温宁姐，你怎么把托盘带回来了？就为了拖着那本小册子？温宁低头一看，这才惊觉，慌乱之中竟将谢金兰的小册子也带了回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知没了这册子，会不会影响他与唐离姑娘做那事？他对春杏撒谎道：这是线下实行的画本，我也只是在闲暇时才会偷看2眼。春杏，你务必替我保密，若是让李嬷嬷知晓，我便死定了。温宁姐，原来你识字呀，真好，那你以后可以教我认字不？自然可以。温宁暂时将小册子压在了侵入下，洗漱完毕就开始为春杏涂抹烫伤药。忙完这些，正要歇下，房门却被人猛地踹开。哼，好个狐妹子，勾人都勾到侯爷那里去了。明知道唐离姑娘那是老夫人给侯爷亲眷的通房，自己还抢着先往侯爷怀里送。是啊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惦记侯爷通房的位置？一个寡妇，整日里装什么清纯模样，不被侯爷赶出来才怪。是啊，侯爷哪会看上你这种下贱胚子？此话从何说起？我从未勾引过侯爷，更不会和唐离姑娘抢通房的位置。小贱皮子，还敢顶嘴！我们倒要瞧瞧，是什么样的皮肉，让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去勾引侯爷？婆子们甩着手腕，上手就去扯温宁的衣领，单薄的寝衣被粗鲁的拉开大半，明知白皙的肌肤晃得几个婆子心生嫉妒，他们活像个八爪鱼，将手伸进去又掐又拧。春杏见状，不顾手臂上的伤，爬跪在李嬷嬷面前，哭着央求道：嬷嬷息怒，温宁姐初来乍到，许多规矩还不懂，求嬷嬷给她一次机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要替她求情？春杏只觉耳畔嗡的一声，接着鲜血从嘴角渗出，婆子们粗糙的手指对温宁雪白的肌肤上下其手，温宁疼得眼前发黑，只能蜷缩着。我没有。拉扯之间，温宁床榻上的东西也被掀翻在地，压在侵入下的小册子就这样好巧不巧地落在了李嬷嬷跟前。温宁惊惧，心已沉到了谷底，她想伸手去抓册子，却被几个婆子按在青砖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李嬷嬷一把拿起册子，突然瞪大了眼睛：老天爷，这是……都瞧瞧，这个思春的浪蹄子，背地里竟然敢藏这种阿杂物！温宁张了张口，终是没有替自己辩解。他本可将这册子的来源如实相告，可若真如此，那他将把大小姐置于何地？堂堂端庄侯府嫡女，私下传递这等私密之物，哪怕是出于姐弟之情，是为侯爷张罗通房，这般行径也实在有违规训。看吧，我老婆子的眼睛错不了。她进府那天我就看着她不是个本分的，果真是个浪蹄子。亏我那冰清玉洁的唐离刚才替她说好话，简直不知羞。温宁被拉出去打了10个板子，又关进了柴房。他面色发白地蜷缩在柴房的地面上，身体的每一寸都叫嚣着疼痛，像有无数根细针在皮下走动。温宁觉得这一番折腾，肚子里的孩子定是要离开他了。省下堕胎药了也好，他本就不该来，他连自己都护不住，还怎么去保护一个孩子？梦里一个软软糯糯的孩子追着他叫娘亲。娘亲，抱抱。
娘亲，抱抱。他忍不住将孩子轻轻揽入怀中，怀里的小人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替他擦掉眼泪。那个孩子被他抱过还不满足，又追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叫爹爹。爹爹也抱，爹爹也抱。男人抱起孩子举高高，然后转过身，伸出宽厚的手掌附上温宁的指尖，指节分明的手指穿过他的指缝，十指相扣时，温热瞬间驱散了寒意。温宁觉得好幸福，好温暖，这是他许久未曾有过的安全感。他闻到男人身上淡淡的檀香味儿，不禁抬眸去看，视线渐渐清晰，那男人竟是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！温宁自梦中惊醒，后背瞬间沁出冷汗。为何他会梦到侯爷？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却被一个男人猥琐的声音吓得浑身僵住。侯爷哪里有我好啊？我可是惯会疼惜你这样的女人。你是谁？再不出去，我可要喊人了！你喊啊，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。就算有人来了，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爹当年可是救过老侯爷一命，侯府哪个主子不得给我3分薄面？跟着我也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温宁曾听春信提及此人，他约莫便是李嬷嬷的儿子，唐离的哥哥唐柱了。唐柱在膳房做采买管事，仗着自己父亲救过老侯爷一命，在府里横行无忌。小美人，你进府第1日也便看上你了，也可从未见过你这样漂亮的。这些日子你可是让爷惦记的要死，每晚的梦里都是你。你家儿只要乖乖听话，不但能少吃苦头，也还能让你欲罢不能。救命！救命！温宁大声呼救，顾不得浑身剧痛，拼死挣扎，手脚并用的朝着唐柱胡抓乱踢。奈何男人的力气太大，一手按着他，一手蛮力的去撕扯他的衣裳。我的身子是侯爷的，你敢！情急之下，温宁只能搬出侯爷，希望能唬住唐柱也好。哼，侯爷的，你个寡妇，他谢金兰怕是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就算他这会儿来了，也得把你赏给我，今儿也可要定你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温宁只能继续大声呼救，却被唐柱捂住了口鼻。他找准机会，拼命弓起身子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唐柱的手上就是一口。唐柱发出一声惨叫，猛地抽回手，只见虎口处2排渗血的牙印，深得几乎见骨。贱人，找死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还能不能这么练。他猛地拽着温宁的头发往坚硬的青砖地上撞去，温宁只觉后脑勺一阵剧痛，眼前阵阵发黑，逐渐昏了过去。意识消散之前，他能感觉到唐柱油腻的大手撕开他前襟，顺着他的锁骨往下滑，恶心的触感让他胃里一阵翻腾。他好害怕，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遭受这些欺辱。温宁恍恍惚惚间，觉得梦里的男人又出现了。他将自己横抱而起，坚实胸膛可任他倚靠。即使在梦里，他何惧之有？就让自己放纵一下又何妨？哪怕梦里的男人是侯爷。他将头埋进男人的怀里，迷迷糊糊撒着娇。好疼，好累，为何都欺负我？你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温宁不管不顾地提着要求，便真的感觉抱住他臂膀的力道又紧了几分。温宁睫毛轻颤，在淡淡檀香的气息中缓缓睁眼。这是……只见虎口处2排渗血的牙印，深得几乎见骨。贱人，找死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还能不能这么练。他猛地拽着温宁的头发往坚硬的青砖地上撞去，温宁只觉后脑勺一阵剧痛，眼前阵阵发黑，逐渐昏了过去。意识消散之前，他能感觉到唐柱油腻的大手撕开他前襟，顺着他的锁骨往下滑，恶心的触感让他胃里一阵翻腾。他好害怕，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遭受这些欺辱。温宁恍恍惚惚间，觉得梦里的男人又出现了。他将自己横抱而起，坚实胸膛可任他倚靠。即使在梦里，他何惧之有？就让自己放纵一下又何妨？哪怕梦里的男人是侯爷。他将头埋进男人的怀里，迷迷糊糊撒着娇。好疼，好累，为何都欺负我？你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再抱紧一点好不好？温宁不管不顾地提着要求，便真的感觉抱住他臂膀的力道又紧了几分。温宁睫毛轻颤，在淡淡檀香的气息中缓缓睁眼。这是侯爷的
的书房。他竟然躺在侯爷书房的软榻上，他不是在柴房被扛住？难道是侯爷救了我？那他梦到打横抱起自己的男人岂不是侯爷？可他在侯爷怀里时都胡言乱语地说了些什么？温宁惊得撑起身子，身前的薄衾顺势滑落，骤然袭来的凉意让他彻底清醒。姑娘莫怕，民女是侯爷从府外请来给姑娘治伤的，之前是军中侍医，适才为姑娘涂抹药膏，不得已才褪去了衣衫。这些药膏都是些止痛化瘀的良药，不出3日，姑娘便可痊愈。温宁闻言，绷紧的肩线也稍稍松懈下来，自觉身上却已好转。谢谢大夫，你替我把脉了。女医点点头。那侯爷指令我医治姑娘身上的伤，我便只看伤，姑娘身上旁的症状不在我诊治范围内。或因同为女子，女医并未戳穿温宁有孕的事，说完便提着药匣离开了侯府。她伸出右手摸在腕间，腹中的孩子还在，她竟不知是悲还是喜。算算这孩子已经2个多月了，如果还不喝下堕胎药，怕是过不了多久就要瞒不住了。温宁不敢在侯爷的书房耽搁，她慌忙四顾，却发现自己原先的衣裳不知所踪，唯有一袭簇新的衣裙叠在枕畔，材质精致但低调，甚至连小衣都背着。温宁耳尖倏地烧了起来，她看着这叠新衣，如芒在背，又别无他法。温宁咬了咬唇，然后将衣裳一件件地穿在了身上。在院门外守着的清风瞧见温宁出了房门，立刻恭敬上前。姑娘，你醒了？温宁点点头，屈身行了个礼，低头问道：侯爷他……清风瞧出来了，主子对温宁姑娘可不一般，他这话必须回得稳妥些，要做主子的好奴才。侯爷去了宫里，估摸再有1个时辰便能回来。侯爷今早见来送药的是那春杏丫鬟，询问后方知姑娘遭逢难事，故而亲自从柴房救下姑娘。侯爷安置好姑娘后，便匆匆赶往宫里，早膳都没来得及用，故而亲自从柴房救下姑娘。侯爷安置好姑娘后，便匆匆赶往宫里，早膳都没来得及用。侯爷他还未食早膳。清风用力颔首，觉得所言尚不足以表达他的意思，又道：不过我家主子自从一次中毒后，味觉较往昔略有迟钝，即便是珍馐玉馔，也难引其食欲，甚是烦闷，所以这顿早膳不食也罢。中毒？缘何？清风故弄玄虚。算是意外吧，不过甚是凶险，所幸我家主子奇人天相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大夫说最好平日里要有专人对侯爷精细喂养，如此食欲方能恢复得快些。这话虽说的半真半假，可侯爷中毒后总是没什么食欲却是事实。膳房送来的吃食他大多浅尝辄止，便命人撤下了。温宁心想，无论昨日侯爷对他做了什么，今日从堂主手里将他救下是真的，此等恩情他难以报答，那他便为侯爷做顿吃食也好。谢金兰一身玄色织金深衣，端坐在箱内，修长的手指探入怀中，缓缓扯出一件藕荷色的小衣。若是他今早晚去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将温宁抱回听松院，一路上听他昏热中的呓语，一会英宁说疼，一会让他抱紧一点再紧一点，轻颤湿透的结语随着他喘息微微颤动，胸前的淤痕衬着散乱的青丝，宛若白瓷染了松烟墨，令他心颤又心疼。细棉布料在谢金兰指尖发出不堪重负的细微声响，料子不算顶好，但浆洗得极软。谢金兰能想象到它贴在她肌肤上的样子，小衣在她的大掌间显得格外单薄，细软的棉布早已染上她的体温。谢金兰不厌其烦地把玩着系带，许久，她将小衣凑近鼻尖，指尖机不可察的一颤。并非同种香气，虽也有浅淡茉莉与药香，但与茅草屋中女子的体香仍有些许差异。她自觉怕是已走火入魔，怎会将二者误认作一人？难不成？指腹摩挲着小衣上的纹路，谢金兰眸色渐深。难不成自己还要找第3个女人来验证？难不成自己还要找第3个女人来验证？验证什么？验证是不是所有的女人被拥入怀中的感觉都相同？验证是不是所有女子都能让他这般失态？不，绝不是这样的。御赐的美人也好，世家闺女也罢，还有不顾死活投怀送抱的丫鬟，脂粉香气还未近身，自己便本能地生出3分厌恶。握着小衣的指节抵在眉心，他谢金兰活了20多年，刀山火海里趟过来的铁石心肠，怎会被2个女子的气息搅得方寸大乱？主子，温姑娘执意要走，奴才未能拦下，请主子责罚。也罢，这2日她受了不少惊吓，且随她去吧，左右也逃不出侯府去。清风愕然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的主子，他的爷，
何时说过这般怜香惜玉的话？堂主已经被您踹断了2根肋骨，是不是要放过他？提起堂主，谢金兰眼皮未抬，眸底却淬了冰。命管家彻查膳房账目，务必详尽，然后依府规行事。是。堂主这些年在侯府的行为，谢金兰并非全然不知，只是老夫人念及旧情，屡次纵容。谢金兰碍于祖母情面，便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这次，谢金兰决意不再姑息。今日午膳怎么送来的这般早？膳房来了个新厨娘，想让主子尝尝是否合口味。这些饭菜其实是温宁在听松院的小灶房做出来的。谢金兰眉骨一跳，好似挺合胃口。她不禁又尝了另外几道菜，味道不似以往膳房做的浓油赤酱，倒是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，又不乏食材本身的特点。谢金兰一时有些怀疑，之前不是自己的身体坏了，是太久没吃人做的东西。主子怎么样？可留。主子要留在膳房，还是留在听松院？清风一脸坏笑。就在谢金兰刚要开口教训他的时候，他忙脱口道：这膳食是温姑娘做的。温姑娘做的？温宁做的？谢金兰没想到温宁的手艺竟这般好，可他略一思索，又冷着脸道：他身上尚且有伤，你怎能让他下厨？这是温姑娘自己的意愿，说是要感谢侯爷今早的救命之恩。清风这话说的脸不红心不跳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在这意愿之前是他各种拐弯抹角的暗示。哼，一顿饭就想打发本侯，休想！我想要的可不止这些。谢金兰刚用完午膳，老夫人身边的周嬷嬷便来请侯爷，说是有事要商议。谢金兰不用想也知道，定是那李嬷嬷又去祖母面前哭哭啼啼了。果然，人还没进到怡福堂，就听李嬷嬷颤着嗓音哭诉：老奴这命比黄连还要苦啊！他爹走的那年，大的3岁，小的还在襁褓中。这些年，老奴真是拿眼泪熬过来的。谁成想，我好不容易养大了一儿一女，竟同时栽到了一个小贱蹄子身上。老夫人，你也看到了，从他床上搜出来的册子里都是画了些什么东西，简直太不要脸了。坐在一旁的谢婉听得气不打一处来，她为了自己的弟弟好，递个册子去本也没什么，被李嬷嬷这么一说，就像让人指着鼻子骂了一般。然而她实难宣之于口，反倒是眼前这个名为温宁的婢女，宁可将此事一力承担，也绝口不提这册子的来历。如此行径，倒是让谢婉对她生出了几分好感。老夫人是个心软的，哪能禁得住李嬷嬷这般哭诉，立刻安慰道：堂主已断了2根肋骨，就当做惩处了。只是他若真看上哪个丫头，也不该用强的，以后须得先来找我，我才好为他做主。他这样不管不顾的，侯爷路过那里，定是容不得他放肆。至于唐离，我既已应了他做侯爷的通房，在侯爷纳了他之前，自然不会再将这位置许给旁人，你大可放心。谢金兰走进屋内，李嬷嬷吓得立刻噤了声，同下人们一起向侯爷行礼。谢金兰这才发现，李嬷嬷竟把温宁也带到了这里。她沉默不语，低头跪地，露出一截雪白的后颈。明明才几个时辰未见，谢金兰却觉得仿佛过去了好些时日。老夫人赶紧命人给谢金兰上茶，总归是自己的亲孙子。老夫人一见到谢金兰，嘴角便不自觉往上提：近来吃的可好？你这些日子没有食欲，我这个当祖母的还是听了下人的话才知晓，你这孩子诚心让我心疼不是？祖母莫听下人乱嚼舌根，孙儿这2日胃口很好，还要多谢李嬷嬷给本侯选的好厨娘。厨娘？李嬷嬷被谢金兰说得一头雾水。就是这个叫温宁的做的一手好菜，本侯都想单独给自己开个小灶了。温宁闻言抬眸望向谢金兰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你是堂堂侯爷，早就应该开个小灶，只是这厨娘的人选还是仔细斟酌为好。刚才李嬷嬷将温宁说的一无是处，老夫人自然是不放心的。老夫人，我家堂里手艺也不错，若是说起照顾侯爷，还是咱这家生子来的实在。老夫人自是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，笑着问谢金兰：可是教习嬷嬷没将堂里调教好，
听唐离说，你们昨日并未同房，还是听松院进了旁人，打扰了你们的兴致？温宁当然知道老夫人这话的意思，刚才李嬷嬷就是这般污蔑她的。谢金兰故意面露难色，像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儿。老夫人见状，立刻屏退了下人，屋内只剩下他们祖孙3人。谢金兰的目光一直将温宁送出门外，直到看不到那个纤细的身影，这才回过神来道：是孙儿的错，是孙儿自己提不起兴致来，为此还特地买了本小册子。他说着就装作惊讶地拿起桌案上的小册子道：就是这本，孙儿那日不小心弄丢了，所以那晚一直不得章法，没想到是被哪个下人捡去了，还交到了祖母这儿。谢金兰说完，还朝着谢婉使了个眼色。谢婉没想到，一向不苟言笑的弟弟堂堂安远侯竟会演戏了。老夫人听了可心疼坏了，没想到自己的孙儿不但不能有子嗣，连那事都……那现在如何了？孙儿觉得这食欲好了，身体也就好了。老夫人这才松了口气，连连点头道：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。看来那个叫温宁的丫头确实是受了委屈。依祖母看，身边总得多几个贴心人伺候才是。不如这样安排吧，逢单日子由唐离服侍，双日子便叫温宁来伺候。孙儿觉得这个主意可还妥当？老夫人到底还是卖了李嬷嬷3分薄面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谢金兰哪还有不答应的道理？她这边安抚好老夫人，出了怡福堂便问清风：今儿是什么日子？单日还是双日？回主子，今儿是初五，单日子，主子可是有什么安排？谢金兰没说什么，只是摇了摇头。温宁因为身上的伤牵扯着，回膳房的路上走得很慢。他一路上心事重重，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，不是死在李嬷嬷手里，便是毁在堂主的身下。就像这2日，他不但护不住自己，还连累春杏受罚。侯爷一早直奔柴房，李嬷嬷便猜着是春杏多了嘴，回来不但挨了李嬷嬷10个板子，还被用针扎了嘴，还罚了他2个月的月银。没了月银，家里病重的娘亲便会断了药，他怕娘亲死。春杏哭得伤心，温宁的心仿佛被人揪着，生疼。他需要钱，给春杏的娘亲买治病药，也给自己买堕胎药，可这些钱从哪里来？温宁正在伤神之际，一道黑影从背后而来，一双有力的手臂环住他腰身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便被那人拖进了旁边的假山之中。温宁以为又是堂主那个登徒子，张口便咬上了捂住他口鼻的手。谢金兰感受到虎口处的柔软，贝齿欲要发力，却又下意识地松了力道，舌尖无意间拂过被贝齿咬过的白印，一阵酥麻感瞬间顺着他的掌心蔓延开来。谢金兰不禁闷哼一声：对不起侯爷，我以为是堂主。温宁点点头：放心，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。温宁此刻还被谢金兰抱在怀里，整个人都是悬空的，2只脚垂在他小腿处，小幅度的左右试探，无助的想要寻求一个落脚点。谢金兰打算把温宁放下来，可这才发现这座假山里面是个不规则的拱形洞，上宽下窄，下面根本无法同时站立2个人。谢金兰索性寻得身旁突出的平整石块，沉着地抬起一只手，撩起衣袍下摆，自己先坐到了石面上，而后他手掌在温宁腰间轻轻一托，稳稳地将人按在了自己腿上。温宁顿感羞耻难当，心脏几乎要蹦出来，一双柔体抵着谢金兰坚实的胸膛，便要往后撤。不行！谢金兰钳住他腰肢，轻易便将温宁的身子捞了回来。老实点，这里可不必书房。温宁顿时僵在他怀中，不敢动也不敢再挣扎。假山外随时都有人经过，若是被人看到他和侯爷在此，不知又要掀起什么风浪来。他们可曾为难你？老夫人和大小姐都是心善的，未曾为难奴婢。温宁话里的意思，老夫人和大小姐都是心善的，那心不善的便是李嬷嬷了。以后若有委屈，尽管来寻本侯，本侯一时半会儿还吃不了你。谢金兰这话说的一时半会吃不了温宁，便是早晚要吃了他。侯爷。温宁大着胆子终于说出那句话：侯爷，能不能借奴婢点银子？
谢金兰一怔，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敢问自己借银子。要多少？可是遇到难事了。5两，3两银子给春杏娘亲抓药，1两银子给自己堕胎，剩下的1两还要保证和春杏未来2、3个月的吃喝用度，勉强能够了。温宁并未说要银子做什么，谢金兰便也没再追问。国在府里不曾随身携带银两，你明日到庭松院来取，可好？谢侯爷。只是区区5两银子便把这丫头难成这样，谢金兰本不该再逗弄她，可还是不想放过这大好的机会。那你何时还？奴婢等发了月银便还给侯爷，只是日子要久一些。像温宁这样的粗使丫鬟，在侯府每月是1两月银，可她被李嬷嬷罚了3个月的月银。侯爷这5两银子，她不吃不喝也要攒上半年多，大概要半年多。这么久？见香蕉玉嫩的那张小脸上，眼睫微微垂落，在瓷白的肌肤上投下2弯颤动的阴影。谢金兰心头一紧，言归正传。不如这样吧，除了这5两，本侯每月再多给你5两，不需要归还，但以后每逢双日，你需到庭松院里侍奉，如何？温宁点点头，抬眸正对上谢金兰审视的目光，香色上衣衬得她肤色如新雪初起，一截细腰不盈一握，连接着深棕色的下裙，随意的在谢金兰腿间铺展开来。本侯选的衣服可合身？温宁瞳孔骤然一缩，尤其想到里里外外都合身，他答非所问。奴婢要回膳房了，要不又要把差事耽搁了。谢金兰看着他侧脸至耳后大片绯红，这才满意的放过了他。听松院的小灶房里，温宁已将调配好的堕胎药倒进药罐，他盯着那翻涌的汤药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，泪水却止不住的砸进药罐。温宁在心里直道对不起，对不起这个小小的生命。他挣扎过后，还是将药含在口中，苦得舌根都有些发麻。他闭上眼，喉咙滚动，想硬吞下去，只要吞下去，便和这孩子永别了。他胃里一阵痉挛，猛地弯腰，将口中的药全数吐了出来。温宁拿起剩下的汤药，想再次灌入口中，可手一抖，青瓷碗从指尖滑落，竟摔了个粉碎。温宁只觉眼眶一热，大滴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难道这是天意吗？他现在无父无母，这孩子是世上唯一和他血脉相连的人，带着他的骨血在黑暗中蜷缩着生长。想到这里，温宁顿觉自己好狠的心，一个无辜的孩子为何要遭此难？可他若不自己喝下堕胎药，待在侯府只会有2种下场，要么这中间被别人发现强行堕胎，要么能够生下孩子，但孩子要充作新奴，自己则被转卖。若是2种都不想，那他在这之前只能为自己赎身，或者逃出侯府。所以他现在最好要让侯爷对自己死心，若不然，就算逃出了侯府，只要侯府想找他，他便不会过得安生。谢金兰理罢公事，不等温宁来送药，便忍不住绕到耳房后的小灶房去看他。他这些日子虽忍着没动他，可野兽哪能容忍猎物长久地出现在他面前而不露出獠牙？谢金兰站在门外，恰巧看到此时满脸泪痕、香肩轻颤的温宁。怎么，打翻了本侯的药，便哭得这般伤心？温宁惊得浑身一颤，仓皇抬手，正对上谢金兰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。到底为何而哭？温宁别过脸去，好似所有的委屈都想要在此刻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他未细思量，便脱口而出：想起了嫁给柳郎前的青梅竹马。又是柳郎，又是青梅竹马，这话里的意思是，她虽死了丈夫，可心里还有另一个男人。谢金兰脸色骤然沉了下来，眸底似有寒刃出鞘。青梅竹马？怎么，你还想再嫁与你的青梅竹马？温宁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，低声道：还是个书生，说好了等中了举就来赎奴婢。未等他言罢，谢金兰居然揽住他的腰肢，将他困于灶房的角落里，封住了他欲言又止的唇，亦将他未尽之语尽数吞没。温宁惊慌不已，伸手推他，身子却被他钳制得更紧。他的吻炽热又用力，似在惩罚着他刚才说的话。温宁伸出皓白纤细的双臂，鬼使神差地攀上谢金兰的脖颈。男人感受到他的动作，霸道的吻也变得温柔克制，绵转在唇间的呼吸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滚烫。过了许久，谢金兰才缓缓将怀里的人儿放开。谢金兰声音低哑，威胁道：可还要嫁那书生？奴婢天生克命，不敢沾染侯爷。哼，嫁于旁人，你不怕克夫相害，则与本侯倒是计较起来了。归纳总结，你在乎本侯，心疼本侯，怕本侯死，
温宁竟不知谢金兰如此巧言善辩，他咬了咬唇，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。本侯命硬，那书生受不得，你得冲我来。温宁感觉自己似是弄巧成拙，他此刻像是待宰的羔羊，他不甘心，又寻了另一个说法，求着谢金兰道：于礼法，斩帅之丧，应当为期3年，求侯爷至少让奴婢为夫君守节1年，待1年期满，奴婢任凭侯爷处置。为他守节还要多久？只需半年多。届时不管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来到这个世上，温宁觉得他已然尽力了。又是半年多，什么叫只需半年多？谢金兰头一次觉得对付一个女人比行军打仗还要棘手。具体是多久？温宁算了算日子，有些心虚的道：8个月。其实到他要生产的日子只需6个半月，可8个月后确实是柳家公子的忌日，他这么说也没有错。要8个月不能碰他，他又不是什么圣人佛子，做不到清心寡欲。也许从前是，可碰到他后便不是了。本侯可以不走最后一步，但其他的难以避免。这已是谢金兰做出的最大让步。他明明可以直接拒绝，可对上他那双渲然欲泣的桃花眼，心还是软了。温宁当然听明白了这话里是什么意思，他死死咬住下唇，似在祈求谢金兰能再给他些回旋的余地。若是不说话，本侯就当你答应了；若是拒绝，那本侯便不管什么斩帅之丧、守节之礼，现在就可要了你。温宁吓得身子一颤，奴婢遵命。只是此刻心里百思不得其解，不是说他有隐疾吗？他到底有没有？灶房外，唐林一身襦裙被浇得湿透，他亲手为侯爷做了蜜饯，却不想看到这一幕。唐林眼底猩红一片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肉里，血丝顺着指缝流出，却感觉不到疼痛。他看见温宁主动攀住侯爷的脖子，侯爷亲吻他，热烈的，轻柔的，那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触碰。唐林心里暗暗发恨，狐妹子贱骨头，该死。姑爷沈林前来接谢婉归府，前日已至，次日仍未离去，言明是要与谢金兰共饮一杯。二人聊完朝堂之事，又闲聊私事。听下人说，你今日睡到日上3竿才起，到我府邸来，难不成是来补觉的？沈林生得风流韵界，一笑便眯起那双狐狸眼。你这清心寡欲的，一看便是没开过荤。我和你姐都多少日子没见了，不睡到日上3竿才不正常。谢金兰只顾饮茶，不想再搭理他。沈林露齿一笑，凑近谢金兰聊起了八卦。前些日子我去了一画坊，看到首座挂的是一绝美女子的画像。怎么，要我告知谢婉？谢金兰称呼谢婉从来都是直呼其名。别啊，说不定你还认识呢。别卖关子了，有话快说。我问了老板，这是哪家的女子，竟是这般绝色。他开始死活不说，我又实在好奇，只能拿银子让他屈服。他这才肯开口，说是安远侯府一个叫唐柱的采买管事，找了他店里的画师进府，偷着看了一个绝色婢女，要求照着他的样子画了一幅轻纱半眼图。画好后，老板看了也实在喜欢的紧，遂让画师改了装束，也放在了自己画坊一幅。一时间才子争夺，终日不绝。可我来了2日，怎么没见你府中有这等绝色？谢金兰眸色陡然一沉，白玉扳指被碾得咯吱作响。他心里清楚，那画像所画之人定是温宁。我府中没有，怕是你打听错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当我那银子是白花的？不会是你金屋藏娇吧？他说完又自觉地摇了摇头。安远侯冷得和块冰似的，应当也没这般风情。谢金兰摩挲着杯子，不禁拿眼去睨他。沈林叹息一声，只道是不能在侯府多住几日，要不然他定要将那绝色女子给找出来。送客。夜阑人静，温宁将熬好的药送着内侍，谢金兰便没打算放他走。他想起沈林所言，心中便觉不是滋味。温宁明明就在自己身边，却被无数目光觊觎，他真想就这般将他囚于自己的卧房之中。温宁一双烟眸欲湿，唇上的水光尚未干涸，便被他抱着朝雕花拔步床走去。不要，求侯爷放奴婢走。谢金兰将他轻轻放至床榻，低手伏在他耳畔，声音暗哑。你是本侯的解药蜜饯，本侯怎可放你走？他一低头便能看到悬挂在他肩颈被撑得紧绷的小衣细绳，青丝披散，蕉叶绯红。男人滚烫的鼻息在他耳畔呼呼而下，炽热的吻落在耳垂，又附上嫣红的唇瓣，顺着纤长的玉颈一路辗转而下。
水雾般的眸子早已波光潋滟，撬开束在他纤细腰肢的束带，衣衫褪尽，7双赛雪，勾魂摄魄。谢金兰只觉气血上涌，理智几乎要崩了弦，垂蔓轻眼，罗帐低垂，素脖尾定无声，似怕惊碎这满是旖旎。紧要关头，谢金兰只得冲进地室，冷水浇下。不出2日，沈林所说的那个画房便以勾结黑市、销赃书画的罪名被官府查封。温宁的那幅画像自是落到了谢金兰手中，至于堂柱手里的那幅，他必须亲自去拿，言称拿取，实则偷窃。堂柱手里的那幅画风露骨，他不会再让温宁蒙羞。他半夜潜进堂柱的房间，一个手刀就将他劈晕在床。当他看到挂在内帐里的那幅画像时，又朝堂柱胸前猛踹一脚。堂柱醒来，感觉自己又断了2根肋骨，直骂哪个淫贼偷了他的画像。谢金兰将画像带回内室，一想到堂柱整日对着画像亵渎，便知他死期不远了。可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看到那画像时，确实生出了许多别的心思，甚至是不甘。温宁是他的，真正能勾勒出他身体的，也只能是他谢金兰。昨日于这内室的雕花拔布床上，他眸底惊红，急欲将他吞之入腹，可为恪守与他的约定，谢金兰只得强压欲火，数次去避室冲冷水，才稍稍平息了体内那股横冲乱撞的躁意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也想要温宁的一幅画，一幅只属于他的画。想到这，谢金兰来到书房，取出绢帛、蘸墨、落笔，喉结滚动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龌龊。谢金兰是有丹青鬼术，画中扮演的衣带无风自拂，血肌莹润，身姿曼妙，楚腰齐领，玲珑有致。即便此画已臻极致之境，可谢金兰却认为它的美好又岂是这些画作所能描绘出来的。至晚膳时辰，温宁将备好的吃食送至书房，谢金兰正在书案前凝视着自己的画作，见温宁进来，迅速将画卷卷起。他有些心虚，又有些隐秘的欢喜。温宁这会儿见到谢金兰，还有些不自在。侯爷，又晚膳了。谢金兰在饭桌前缓缓落座，随即将他拉入怀中。给你调派的2名丫鬟可否？如此，你便无需做这些琐事了。那奴婢该做何事？谢金兰勾起他的下巴，嘴角泛起一抹轻笑。你说呢？温宁即刻领悟了话中的深意，面色微红，婉言拒绝道：不必了，侯爷，奴婢挺喜欢做膳房的差事。温宁深知侯爷对自己不过是图一时新鲜罢了，待这股新鲜劲儿一过，他便能离开这听松院，或许还能觅得良机逃离侯府。他起身给谢金兰盛了一碗竹荪鸭汤，均韵鸭鲜，药香沁传。谢金兰面露疑惑：这是药膳？上次听清风提起，侯爷之前中过毒，虽然当时将那毒解了，可体内还有残余，导致身体时常受之折磨。多嘴。谢金兰嫌弃完清风，似又想起什么，试探地问温宁：他可同你说过毒是如何解的？温宁摇摇头：未曾。那便好，若不然非得将清风打死。那侯爷是如何解的？他双眸澄澈，求知欲荡若春溪。谢金兰有种在外干了坏事的感觉，故作轻松道：是大夫开的方子。他说完便转移话题：你会做药膳，可是学过？奴婢之前住在庄子里，隔壁是一位跛脚郎中，他右腿健全，左腿却像被抽了骨，软软的蜷缩着，甚是可怜。奴婢见他无儿无女，所以经常给他送些吃的，这样一来一往便熟了。因他足奇难见山径，所以交给奴婢变药之术，凡需药材，奴婢便往山中采些，有时所得颇丰，也携至药铺换些铜板散银。这位跛脚郎中后来就成了奴婢的师傅，不过要是跟师傅比起来，奴婢怕是连他一半的医术都没到呢。温宁说这话时，眼底像是晃着碎星，亮晶晶的，连带着眼尾都弯起了俏皮的弧度。谢金兰强自按捺住内心的冲动，没有上前亲近他。他深知今日绝不能再碰他，否则受苦的只会是自己。既是这样，
那你帮本侯诊病如何？奴婢可以吗？当然。谢金兰说着便坐立曲肘，将衣袖推至小臂。温宁看着谢金兰的小臂坚实有力，肌理线条利落，他突然想起昨夜男人精壮的胸膛，坚实的腰腹，他不敢再想，只觉脸颊隐隐发烫，一时不敢再抬眼看他。温宁指尖沉稳地搭在他腕脉上，将至一刻钟，温宁的指尖才从谢金兰腕间缓缓抽离。如何？脉象虽可查毒发之症，却难辨毒之来源。奴婢诊不明此毒，只知毒发之苦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侯爷脉象表面刚劲如常，齿肤之下却隐有异动之象。此毒平日隐匿，发作时会强逼气血逆行，以致督脉灼热如炭，烧筋烙骨，令人苦楚难耐。毒发间隔时长无定，通常为5至10日一次。因毒发时对气血经络的冲击，所以会在脉象上留下痕迹。谢金兰眼中闪过惊艳之色，她没有想到自己毒发时的病症竟被他说得如此准确，她着实小觑了他。你自嫌只学了些皮毛，可本侯瞧着却不输太医署的医官，本侯以往寻过的名医也不过如此。不敢与医官大人相较。温宁来侯府多日，从未听谢金兰提及毒发之苦，他虽惧怕于他，可得知他承受如此折磨，内心仍难以平静。温宁无奈道：可惜我师父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，若不然或许能为侯爷诊治此毒。他最擅长的便是疑难杂症和诡谲奇毒。无妨。温宁眼尾微红，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酸楚。谢金兰见他一双晕着薄红的桃花眼，樱唇楚楚，似凝着丝丝蜜酿的香，他终究还是按捺不住，伸手便将他勾入怀中，一手摩挲着他细软腰肢，一手滑上香肩，轻柔地附上他的唇。侯爷！温宁似受了惊的小兽，他想起昨夜着实怕他，毕竟腹中还有胎儿，他实在难以承受连续2日被他这般折腾。谢金兰幽深眼眸凝视着怀里的人儿，见他已不似刚才那般灵动，反而要躲着他，他面色肃然。你讨厌本侯？奴婢不敢。不敢是什么意思？是讨厌还是喜欢？没有第3个选项吗？鼻尖擦过他颤抖的睫羽，拇指碾过他鹰科般的下唇。谢金兰威胁道：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温宁不知怎么回答，可谢金兰又不肯放过他。回答本侯，是讨厌还是喜？未等他问完，温宁悄然垂下眼睫，樱唇凑到他鼻尖下，生涩的一下一下轻点他的唇，好止住他无休止的问话。谢金兰被这突如其来的柔软攫住，生怕一动便会吓到他。温宁自知吻得毫无章法，攥着他衣袍布料的手指微微发颤，正要退开时，忽被谢金兰扣住后颈拽回，鼻尖相抵。由不得你。眼底翻涌的暗潮混着得意的满足，不似他的浅尝辄止。谢金兰的吻炽热而霸道，独有的檀香气息铺天盖地漫过来。温宁在他怀里不自觉地颤了颤。恰在此时，门外传来清风的禀报声：主子，老夫人叫您马上过去。温宁慌乱地推开谢金兰，立刻起身站到了他身后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谢金兰眸色沉沉地瞥了一眼门外的人影，她旋过身来，一只手轻轻拢住温宁的柔蹄，另一只手替他理好鬓角微乱的发丝，然后喝下温宁给他盛的那碗竹荪鸭汤，这才出了书房。清风见主子看他的眼神有点犀利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多嘴，去领实证。啊！你可知唐离这几日为何没去听松院？孙儿不知。老夫人叹息，他前日悬梁自尽，幸好被同住的丫鬟看到了，这才救了下来。谢金兰蹙眉，她略一思量，与老夫人分析道：所以他便来祖母这哭诉，说是已经进了孙儿的屋子，虽未行事，可以嫁不得别人了，求祖母为他做主。不知孙儿猜的可对？你这孩子惯会揣度别人的心思，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收了他？能收了那丫头，怎么还受不得唐离了？谢金兰清楚老夫人的脾气，若是她直言拒绝，反倒会惹得老夫人对温宁不喜，索性把问题都往自己身上安。不瞒祖母说，孙儿那日让唐离进屋，原也是想着顺了您老人家的心意，只是唐离是家生子，自小在府里长大，这般知根知底的像是个妹妹，实在是难生别念。为此，孙儿还生了那不足之症，多亏了温宁会做药膳，这才渐渐痊愈。竟是这样，难为你这般实诚，
倒显得祖母不周全了。让祖母费心了。老夫人捻了捻佛珠，无奈开口：祖母知道，你前些日子命管事在查膳房的账目，是冲着堂柱去的。既是在通房这件事上委屈了唐离，堂柱那边暂且饶了他这次吧。祖母，这是两码事。堂柱这些年仗着以往旧恩，在府里横行无忌，除了贪慕颜良，常调戏奴婢，欺压仆役，管事还撞进他借着采买的由头，在外偷放印子钱。若不早些处置，日后酿出大祸，倒叫侯府替他担待不成。你父亲临死前特意嘱咐，要咱们侯府一定善待唐家。这些年堂柱所作所为，我并非全然不知，可总觉得不能违了你父亲的遗愿，毕竟是救命之恩，哪是几个银子便能还清的。不过这次我已经告诫李嬷嬷，再给堂柱最后一次机会，倘若他仍不知悔改，那就只能依府规处置了。谢金兰见老夫人心意已决，便也没再多言。听松院里，温宁正被一个50岁左右的妇人拉着小手，上上下下的不住打量。她自称是侯爷的奶嬷嬷，姓薛。因着前些日子家中有事，所以侯爷准她回老家多待了些日子，今儿才敢回来。哎呦呦，侯爷何时收了你这么个仙宫降下来的玉人啊？嬷嬷我这么些年可没见过这么标致的。温宁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嬷嬷，您一路上饿坏了吧？奴婢给您做些吃的去。哪能让你做这些粗活呢？这般天仙似的姑娘，何该用着甜津津的零嘴哄着才是。二人一见如故，就像许多年未见的忘年老友，只一会儿便打开了话匣子。以后的这几日里，谢金兰都因严训精兵而宿在营帐，虽宿于营帐，却日日魂牵梦萦，思之若狂。谢金兰踏入帐内，却莫名觉出一丝燥意，她以为是因为自己生了不该有的心思而起了邪念。可这轻微的灼热感是不对劲。他喉结微滚，是毒发。这方营帐简陋，没有冰水，更遑论能镇住体内这股邪毒的寒雾。清风，回府。侯爷他到底是怎么了？薛嬷嬷被吓得嗓音都劈了茬，她紧紧攥住清风的腕甲，急切地问道。清风将薛嬷嬷拉至一旁，言简意赅地向她解释了侯爷毒发之事。温宁也是第一次见到这般情形，在他心里，侯爷素日里龙行虎步，铜筋铁骨，可退千军万马，能护一方疆土。可此刻他死死扣住浴桶边缘，身体被痛楚折磨得不住痉挛。谢金兰双目猩红，似有千万只毒蚁在啃噬骨髓，五脏六腑仿佛被熔岩浇灌。谢金兰仰头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，背脊砸向桶壁。温宁再不忍心看他这样，端着木盘便走上前去。求侯爷，许奴婢为侯爷缓解痛楚。谢金兰只觉身前水花轻溅，便看到一抹倩影坐入水中。你出去。谢金兰自知毒发时一失了神智，生怕一时失控时会伤到他，所以不准他待在这里。你找死，滚出去！侯爷，相信奴婢，奴婢能帮你。似比任何解药都更叫人神志恍惚。谢金兰牙关咬得死紧，额角青筋暴跳，却不再挣扎。奴婢需以银簪刺出血珠，替侯爷损出部分火毒，方能缓解痛楚，请侯爷尽量配合奴婢。只是此脉所在颈侧，稍有不慎便会致命。温宁只能用自己娇小的身体将他宽大的身躯抵在桶壁，身前的柔软紧紧贴在胸膛，冰凉的玉指附在颈侧。谢金兰顿觉自己又坠入另一片火海，几乎要欲火焚身。豆大的汗珠沿着紧绷的下颌滑落，浴桶中的冰水此时已被谢金兰这个滚烫的身躯煮成了温水。温宁隔着衣衫亦能感受到他炽热的体温。侯爷，奴婢要开始了。他从一旁的木盘上拿起提前浸过酒的银簪，与谢金兰侧脸相贴，而后找准人迎穴，银簪立刻随呼吸进退。待看到血珠沁出，他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温宁微微侧手，将柔软唇瓣附上那红色圆珠，唇贴上颈脉的刹那，二人几乎同时站立。温宁，温宁。谢金兰嗓音暗哑，颈处混着刺痛与酥麻，她强忍体内痛楚，一动不敢动，生怕温宁会因她误咽了一口毒血。侯爷只需再忍耐片刻，身体便不会这般痛楚了。出去。
谢金兰觉得自己还未缓解，所以不想让他继续待在这里。温宁还是像没有听到一般，自顾拿起棉布帮他擦拭额前的细汗，一边擦汗还一边同他说话，好转移注意力。侯爷，奴婢拿的是银簪，不是寻常的圆针，此脉又在颈侧，侯爷就不怕？谢金兰忽地握住他纤细手腕，就凭你还伤不到本侯。他强忍灼痛继续道，更何况本侯信你。温宁指尖微微一颤，他垂下眼睫，唇角却不由得弯起一点弧度。谢金兰终于觉得身体不再那般灼热，痛楚渐渐消散，神智也已回笼。他只往前稍一倾身，便面对面地将温宁整个抱进了怀里。侯爷！温宁低声惊呼，却见他神色似已恢复如常。侯爷，可是好了？只见他湿透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令人惊心动魄的玲珑曲线。刚才因为吮毒，衣襟也已经松垮滑落半边，露出瓷釉般的圆滑相间。谢金兰只觉喉间发紧，怪他道：被你医治得更加严重了。怎么可能？温宁正欲反驳，直到对上他那一双蕴着滚滚岩浆的双眸，不禁瑟缩了一下。奴婢该出去了。他推开身前宽实的胸膛，便要起身。就这样出去？温宁这才意识到自己浑身湿透，还衣衫不整。他侧过身理了理身前衣襟，便又立刻坐了回去。浴桶本就是一个人用的，两个人待在里面几乎是要贴着身。谢金兰被女人特有的香甜气息包围着，是一种专属于她的带着体温的暗香。他不禁低手抵住她锁骨处的蓄香池，而后大手探入衣襟，直到摸到她腰间那个小小的香囊。是她散发出来的香味吗？继而掠过香囊继续探寻。温宁本欲开口解释，却被他不安分的大掌乱了思绪。他双唇翕动，话未出口，一声轻摁溢出喉间，又被他慌忙咬住。他被自己刚才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好恨这样的自己轻易便能被他撩拨。温宁想阻止那双不断作乱的手，羞赧道：侯爷，奴婢想换身衣服。好，送2件中衣来。温宁一双桃花眼气得恨意潮涌，这下怕是外面的人都要知道了。他趁着侯爷毒发时进了侯爷的浴桶，他简直羞愤的要死。而且侯爷让送的还是中医，怕是他今日又要宿在这里了。清风没想到主子这次竟好的这般快，以往最少也要熬上2-3个时辰。2套什么？什么2套？为何2套？清风反应过来，立即环顾四周，确实没有发现温姑娘的影子。他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主子这次好的这般快，原来是有解毒良药。清风立刻命丫鬟送了2套中衣进去，一套侯爷的，一套温姑娘的。这几日想我了吗？奴婢这几日同薛嬷嬷学着刺绣，还未来得及想。谢金兰看出来了，有过上次的教训，她这次倒是学聪明了。本侯说过，不许再自称奴婢。他虽还未给他正式的名分，可也不愿再听他自称奴婢。温宁摇摇头，有些央求道：奴婢便是奴婢，况且奴婢已经习惯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。谢金兰指节弯曲，轻轻刮蹭过他好看的鼻尖，宠溺道：倒是个倔的。他不想在这些小问题上纠结，只想再一次狠狠欺负那水润嫣红的唇瓣。唇齿相依，温宁下意识地环住谢金兰的脖颈，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不再抗拒谢金兰的吻，甚至还有些喜欢。感受到身下的人儿同样难受的低吟，谢金兰几乎是乞求的口吻：能否只为他守节半年？待怀里的人儿反应过来，竟毫不留情面地摇了摇头，真是无情。哼，他有些后悔自己当初为何会答应他。呼吸渐渐沉重而旖旎，谢金兰明知这是在自找苦吃，却还是忍不住在美好间流连忘返。大掌丈量过每寸肌肤，直到捏到腰间软肉，他低头在他耳边轻笑：看来听从愿伙食很好，似乎是圆润了点儿。这句话似给了温宁当头一棒，原本水光潋滟的眸子瞬间清醒。他最近确实圆润了，尤其是肚子，怕是要瞒不住了。可他不但没有寻到逃跑的机会，反而自己送上门来为他吮毒。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又傻又不知廉耻。还有刚才自己虽然嘴上不承认与侯爷的关系，可身体却沦陷了。感受到怀里人儿的反应，谢金兰低头看他，见他脸色有些不好。可是水太凉了，冷到了。温宁点点头，其实这水是温的，他怀里又是烫的，他根本就不会冷。谢金兰抱着他出了浴桶，自己坐在木榻上，拿起棉布便要帮他擦身子。温宁赧然低头，忙阻止：奴婢不敢，奴婢怎么敢让侯爷？本侯说可以就可以。温宁换上干爽的衣服，他这才将他打横抱起，放至床榻上。要不要找大夫来看一下？
谢金兰见他用亲背将自己裹了个严实，还瑟缩在床榻的最里侧。温宁摇摇头，奴婢可能是累了，歇息一会儿便好。谢金兰侧身躺在他身旁，手肘撑在他枕畔，柔声道：那便好好歇2日，这2日里你只管歇着，其他的事都不用做。侯爷。怎么了？谢金兰见他有话要说，还是个吞吞吐吐的模样，索性将他翻了个身，面对自己。放心，今日不碰你，说到做到。你刚才那么辛苦的救了本侯，本侯不该欺负你。侯爷，奴婢多句嘴。侯爷想彻底解了身上的毒，应尽快找出下毒之人。此毒既非立刻致命，那下毒人手里极有可能会有解药，他既不让侯爷立刻死，还要经常受火毒的折磨，不知是何目的。谢金兰没想到，这小小的人儿不但帮他缓解痛楚，还想要让他永远不再受此毒的折磨。要不是看他这会这么可怜，他真想将这可人儿吞之入腹。本侯也一直在找下毒之人，只是此事蹊跷，还没有什么头绪。他战场狠厉，曾斩杀敌军首级，手染鲜血无数，而朝堂波谲云诡，他又向来孤高耿介，不知已树敌多少。本打算后日陪你去万味佳会逛一逛，现在看来怕是去不成了。万味佳会。温宁睫毛一颤，忍不住往前一倾身，几乎是趴进了他的怀里。侯爷的意思是要带奴婢出府吗？谢金兰看到他眼里一瞬间漾起的星光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温宁急得膝头已撑着床榻跪了起来。侯爷这是何意？到底是带奴婢去，还是不带奴婢去？谢金兰下意识地去扶住他腰肢，看着他如此着急的模样，屈指敲了敲他眉心。本是打算陪你去的，可看你身体不适，便也不打算去了。奴婢明日就好了，求侯爷带奴婢去。谢金兰还没见过他这般撒娇的模样，眸色顿时一暗，大掌扣住他手腕，一个翻身便将他压在了身下。以本后看，不用等到明日，现在便已经好了。漆黑的眸子此刻漾着异样的暗潮，温宁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的手腕被举过头顶，温宁的腰肢无助地旋起一弯弧度，被迫展开的身子曲线毕露，薄透的中衣本就遮不住什么，却还不知不觉地划开半寸。他难堪地别过脸，耳尖红得几乎滴血。这个姿势太过于羞耻，他明明什么过分的事都没做，只是这样看着他，便让他尾音颤得不成调子。侯爷刚才说过，今日不再碰奴婢。谢金兰看着他细软的汗毛，因羞耻根根竖起，不禁勾了勾嘴角。本侯说过不碰，可没说过不看。他的目光一寸寸碾过他，缓慢、贪婪、残忍，直到他睫毛上凝着水光，整个身子都被他炽热的目光微得发了软。他这才松开大掌，探入腰底将他按进怀中，微颤的身子混着湿漉漉的喘息声，将小脸深深埋进了他的胸膛里。只是这样被他看着，便觉像经历了一场无声的攻城略地。谢金兰自觉又将彼此折磨了一番，白玉扳指轻捻着绯红的耳垂，讨好道：本侯允你去，可好？本侯允你去，可好？温宁咬着唇，攥着中衣的小手蜷成小小的拳头，第一次逾矩地捶打在他的肩头。他的肌肉紧实，被他打在身上就像挠痒痒，反倒顺势捉住他的拳头，低笑道：胆子大了，敢打本侯。而后又附在他耳畔一字一顿道：你真好看。你。温宁脑子里被这几个字噼里啪啦炸开了一团火星，羞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攥紧拳头又给他一下。他终是不再忍心折腾他，让他躺在自己怀里，看着他睫毛不再轻颤，直到他呼吸声渐渐均匀。万味佳会这日，谢金兰见温宁还是一身奴婢打扮，眉头机不可察的一蹙。府里缺了你的衣裳，奴婢只跟在侯爷身后便好，这样穿着也便宜行事。虽然他身着粗布衣也难掩清灵之气，可谢金兰哪里肯应允。温宁被2个丫鬟伺候着去更衣，偏厢房里不知何时备了10来套衣裳，天青绣云纹罗衫，靛青织金装花裙，秋香色流云缎褶裙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金银玉饰，打眼看去件件都透着金贵。他只从当中选了件稍不起眼的衣裳，便欲作罢。可薛嬷嬷也来了，执意要2个丫鬟为她梳妆打扮，故又耽搁了小半个时辰。谢金兰在马车旁负手而立，清风讪讪地站在一旁。他还从未见过主子这般耐性的等人，遍数京城能让他家主子这般候着的，除了宫里的那位，他还真没见过。主子，要不先进车里吧？无妨。谢金兰沉声道。白玉扳指在他指尖倏然一顿，
便瞧见猪角门梯内转出一抹倩影，一袭月白色罗裙裹身，更显出她出尘之姿。双耳垂挂髻的发丝梳理得松散自然，如青云绕鬓，疏疏淡淡。几缕碎发从鬓角似有若无的散落，勾出几分不自知的别样风致。谢金兰的眸色骤然转身，直到她在面前俯身站定。蓝侯爷求。温宁被盯得垂着眼睫，不敢抬头。谢金兰伸手拂开她鬓边一缕散发，指腹不经意蹭过泛红的耳垂。怎选了这般素净的？其他的都不喜欢？奴婢都喜欢，只是觉得自己更配着素色的。她是奴婢，不能僭越的没了边际。本侯并不知晓你喜好，故而托珍宝阁女掌柜代为挑选，想来日后还是携你同往更为妥当。马车于长街徐行，温宁透过车帘之隙，看着暮色似在砚台中被墨色渐染，也不知天黑后自己能否逃脱。因为心虚，他不敢看向一旁的人，手中的帕子已经被搅得发皱。谢金兰伸手扣住他腰肢，轻易便将人带进怀里。外面的风景就是这般好看。见他不作答，谢金兰指尖微曲，轻轻挑起他下巴，拇指捻过嫣红的唇畔，作势要吻他。温宁未像往常一般推拒，侧手吻上了他的唇，唇瓣触到他的刹那，他的唇柔软微颤，谢金兰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。温宁，忘掉从前，试着喜欢本侯，好吗？他可以不在乎死去的柳公子，可以忽略青梅竹马的书生，他只要实实在在在他身边，哪怕给他时间慢慢喜欢自己。桃花眼尾的泪本就颤巍巍地凝在眼角，听到这句话，瞬间落在了月白色罗裙上。也许想到日后不会再相见，微凉的指腹沿着眉骨细细描摹，直到碾过他紧绷的下颌线，新冒的胡茬轻扎进指纹里，才觉轮廓在他指下清晰，唇齿厮磨，香津弥漫，交织的气息忽急忽缓。